了一本绘画本故事书，它开启了我人生的一道窗口哦。怎么说呢？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讲完小黑鱼的故事，就来分享我和小黑鱼的故事哦。明珠老师说故事，现在我们要讲的是小黑鱼的故事。我们这里呢所说的这个小黑鱼呢，就是由这本绘画故事书《水敏》改编过来的。就开始我们的故事。在大海的深处，有一条美丽的红鱼，它生下了好多好多鱼宝宝哦。哇，你们看，是不是好多好多好多好漂亮的鱼宝宝呀？所有的鱼宝宝都是红色的。奇怪了，怎么有一条颜色不一样呢？是黑色的耶。这一只小黑鱼啊，长得很特别哦。它跟其他的兄弟姐妹不一样，它游得特别的快。哇，所以大家就叫它小黑鱼。小黑鱼啊，觉得自己长得跟人家不一样，所以呢，常常很自卑，就自己啊，常常躲在那个角落里。鱼妈妈呢，看小黑鱼呢，老是躲在角落里面，所以呢，有一天啊，他就跟小黑鱼说：“小黑鱼，你知道吗？你是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，全世界没有一条鱼是长得一样的啊！不要根据外表来衡量自己呀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哦。天生我材必有用。”小黑鱼呢，也觉得自己呢很特别，而且呢，他游泳的技术特别的快。所以呢，他常常锻炼自己，让自己呢身体啊非常的灵活。有一天呢，发生了什么大事呢？这群小红鱼啊，被一条可怕的大鱼一口就吃掉了。只有呢身手快速的小黑鱼呢，那个时候呢发现了苗头不对，咻咻一下就赶快游走了。哇，还好没有了兄弟姐妹，没有了妈妈，小黑鱼啊在深邃的大海里游荡着，心里很害怕，很孤独，也很悲伤。虽然一下子变得孤独和无助，但小黑鱼它绝不退缩，它决定要游出去见识大海的其他地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看小黑鱼它的旅程会到哪里去呢？它会看到了什么呢？首先它看见了一个由彩虹果冻组成的水母。哇，再来呢，小黑鱼看到了一只龙虾哦。那只龙虾呢，在水里走起路来啊，好像是一个移动的机器呢。小黑鱼哦，它还看到了一些奇怪的鱼耶。那些鱼呢，好像被一条线，一条隐形的线拉住哦，它们这样拉住在游。小黑鱼哦，它还看到了一条尾巴好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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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鳗鱼哦。小黑鱼游啊游啊，哇，它又看到了像糖果一般的石头哦，然后从那个石头啊长出来像一座森林的海藻。这趟旅程让小黑鱼大开眼界，他发现原来世界是如此的广阔，如此的神奇，如此的特别啊。有一天啊，在一个石缝洞，小黑鱼呢看见了一群跟他兄弟姐妹长得很像的小红鱼。小黑鱼啊，好开心的游过去，和大家打招呼：“嗨，大家好，我叫小黑鱼，很高兴看到你们，我们一起出去玩吧。”这群小红鱼啊，一听说要游出去，他们呢就开始发抖害怕了，说：“我们不敢啊，
听说游出去会被大鱼给吃掉呢。小黑鱼啊，看着这群小红鱼们说，这个世界啊是这么的神奇美丽，你们总不能一辈子就躲在这个地方吧？重要的不是生命，而是你带给生命的勇气。小黑鱼啊，接着说，这样子啊，我们呢一起来做运动吗？这个运动很好哦。好，那我们来做这个运动哦。这个运动啊，就叫面对整个宇宙无止境的勇气和耐力。然后呢，会唱 hut hut hut， 你看，震动我们的肚子哦，让它有力量。hut hut hut。好，那我们有一个影片专门介绍瑜伽的运动怎么做。好，要点这个影带去看哦。就这样做着做着，小黑鱼突然说：“嘿，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了！我们啊，所有的鱼啊，可以游在一起哦。然后啊，看起来呢，就像海里面的一条很巨大的鱼呀。”于是呢，小黑鱼呢就开始呢让大家呢排队，然后他教大家该怎么呢排成一只大鱼的队形。来，你来当尾巴，你来当鱼头，你们呢当鱼的身体。大家开始排队，很好。就这样子，小黑鱼呢就跟着大家一起来排成一只大鱼的队形哦。小红鱼们终于学会了如何游在一起，成为一只大鱼的队形哦。等大家都排好的时候呢，小黑鱼呢就游过去，他说：“我来当眼睛。”就这样，他们呢好快乐的悠游的游在大海里。大鱼呢，他们呢远远的看到这条大红鱼，哇，都吓得赶快往别的方向游走了。好，那我们小黑鱼的故事说完咯。你是不是觉得小黑鱼真的太棒了呢？它呢具有面对整个宇宙无止境的勇气和耐力。好，事实上啊，我们每个人呢就像小黑鱼一样哦，这么具有无止境的勇气和耐力耶。你看一个婴儿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没有带一颗牙齿，没有带一件衣服，也没有带1毛钱，他具有多大的勇气来到这个世界上呢？所以呢，勇气是我们本质都具足的。现在让我来说我和小黑鱼的故事。我爱说故事，我是从有3个孩子之后呢，开始跟他们说故事。说着说着呢，就从家里说到了学校，说着说着呢，就从台湾说到了美国。小黑鱼这个故事呢，就是帮我开启了从台湾到美国说故事的一道窗的重要的故事。在1998年的时候啊，我们全家呢从台湾搬家到了洛杉矶。那时候啊，遇见的几位也是从台湾来的朋友，他们看我们刚刚到了洛杉矶，所以呢常常会很热情的照顾我们，也邀请我们呢到他们家一起聚餐。因为呢孩子都差不多年纪，所以呢每次在聚完餐之后啊，我呢就会跟他们说故事。有一天呢，我在讲这个小黑鱼的故事。那个时候啊，有个小女孩叫 Tiffany， 她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啊，她呢就拿起笔来啊，一笔一笔的画出这幅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这幅画。虽然年代已经久矣，这幅画已经很模糊了，可是它在我的脑海里却有非常清晰的感动。也因为这幅画呢， Tiffany 的父母呢就把我推荐给一所中文学校，就开始呢去说故事。我呢就在这所学校说了10年的故事。后来呢，我又把故事结合瑜伽，因为呢我发现呢故事呢是静态的，瑜伽呢是动态的，所以呢2个结合啊是绝配，动中静，静中动。那这就是我和小黑鱼的故事。好，所以我很感谢小黑鱼哦。